如果英国的民众选民普遍认为他们不希望再存在王室了，只要一投票，他就不存在了。他知道，所以呢，他们就跟政客是一样的，他每天小心翼翼，像政客一样的表演，像政客一样要吸引民众，要让民众爱他。只有民众爱他，他才能生存。民众不能动摇他，他不需要关心民众怎么想。但是民众可以动摇他，他知道，民众不能换君主，但是民众可以说我不要君主制了，那他就，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非正式制度，那个背后呢，就是是这个社会共识，经济学的所有的原理能不能应用，它的背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有没有法治，没有法治的时候，经济学的大量的基本原理实际是不能应用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者，要大量的力量花在这个地方，要讨论它。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法治，一定首先看是不是司法独立的。那在中国就太简单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断的反复强调党领导一切，党领导法，就是党国是合在一起的，党国都已经替你决定了，党国当决定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判吗？我想要强调的，我们讲制度到底讲的是什么？比如说，当这个产权和这个政治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普通人就变成了奴隶。这次又回来哈，有机会再跟您聊制度基因。上一次关于制度基因的书和您的研究采访以后哈，哎呀，观众的反应太热烈了。当然，我们也收到好多特别认真看了您的访问的观众的很多问题，然后我们也有交流。您也认为在马上出来的这本书，到来之前，您认为有一些问题就应该像导读一样，可能先给大家一个比较系统的解释，这样带着这些系统的解释，可能去看这些书会更有比较清楚的理解所以我今天就是带着好多问题，也请您把一些有共性的问题专门再深入讲一下您刚才说首先关键问题您想讲制度，因为这样对您这本新书《制度基因》的这本书的理解会很重要，所以您就讲一下为什么要解释制度，什么是制度？对，既然要讨论制度基因呢，那一定得要先讨论制度，才可能讨论制度基因。但是什么叫做制度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无论是在这个民众普遍的理解里，还是在学者里，在学术界。这个并不是只有一种看法的，就是这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个我想先要这个非常清楚的解释一下，就是我讨论的制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讨论制度。首先呢，就是这个我先用一下就是在学术界最流行的一个定义。那么我先交代一下这个学术界最流行的定义。这个定义呢是这个道格拉斯·诺斯提出来的。这个呢，他是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我这个年不一定记得准就是90年代诺贝尔经济奖，是因为他关于制度变化的这个讨论。那么他的定义，他把制度他做的定义呢，就是说制度呢是这个是人这个人的行为的这个规则。那么他把这个人的行为、人的这个博弈、这个规则，他把这个另外和这个合在一起的呢，就是人自己为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些约束，就是怎么样限制自己的。他把这个呢定义成为叫做制度。那么我说的制度呢，跟他说的呢，原则上是一回事。所以你可以任何人熟悉诺斯的定义的人呢，就可以认为那就是我的定义。但是呢，我有意的把我的定义的范围收窄了。收窄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定义呢，他在提出这个定义时，他是有意识的要让他的定义是包罗万象的。
它包括所有的制度。但是呢，我呢是有意识的要让我讨论的制度呢，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我只关心最重要的制度。所以呢，当我说制度的时候呢，我把它收窄了。我说的制度指的是什么呢？就指的是这个，我用比较抽象的方式表达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怎么样给人提供激励机制，怎么样人和人之间能协调，就是这些最稳定的、最基本的提供激励机制和协调人的行为的那些，我把它叫制度。就是他说呢是所有的这些规则，那所有的规则那就多了，那就比如说足球、篮球，这个家庭、婚姻什么，这都是制度。但是我说的这个呢，我说我只看就是这个重大的提供激励机制的和提供协调的这些，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就收窄到一个范围里，就是大的事情里。然后再具体一点呢，就是我讨论制度的时候呢，我最关心这个3个基本的要素。我这3个基本要素一出来就收得更窄了。是哪3个基本要素呢？第一是人权，第2是产权，第3是政治决定权。所以我只关心，就是当我讨论制度的时候，我定义在这个范围里了，就是人权、产权和那个政治决定权，就政治决策权，这3个范围里，就是不在这个里我都不讨论。我不是说那不是制度，而是那不是我讨论的范围。那么我讨论的制度基因呢，都是在这个范围里讨论的东西。等会我再回来讨论，再说制度基因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呢，当我们讨论定义到这3个基本要素的时候，我下边的所有讨论制度无非都是在讨论这3个基本要素。就是你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在这个具体社会里，人的基本权利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这个产权是怎么样配置的，然后政治权利是怎么配置的。关系到产权和政治权的时候呢，这里边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我基本看问题的角度呢，就是它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结构，就是它的产权是什么结构的，它的政治权是什么结构的。这个什么叫做结构呢？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讨论呢，就是说这个是高度集中的呢，还是分散的？明白。比如说这个产权最高度集中的就是全面的国有制，就是都集中到一起去了，所有的个人都没有产权。那么这是2个极端，就是一个极端呢是所有的人都有差不多的产权，这就是平均主义。另一个极端就是这个，当然也是平均到了所有人都没有，只有国家才有，是谁掌握了国家，谁就掌握了一切。那政治权利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政治的决定权是所有的人大家都有相当的政治决定权呢，还是说这个政治权全部都集中到了一个党手里，一个人手里？所以呢，就是我把它叫结构。那么当我们讲所谓的制度的时候，制度讨论的就是它的产权和它的政治权利，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由它的产权和它的这个政治权的结构，就决定了在这个社会里它的人权是什么状态的。就是人权是得到保护的，还是人权是永远被侵犯、全面的被侵犯、被这个践踏的。那么这个比如说当这个产权和这个政治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普通人就变成了奴隶。那么只有当这个产权和它的政治决定权是分散在这个所有社会的所有的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些人才是人。他的人权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这个保护人权的时候，听起来像是一个口号，实际上人权是不是能得到保护，并不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是不是想要保护，而是人们有没有能力保护，就是人们是不是能意识到自己有那个权利，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不但有这个权利，而且希望保护，而且有能力保护。那么当人们能够意识到他有这个权利的时候，
那当然他得有，他才能意识到。当人世世代代都没有基本权利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有那个意识，他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强调的。我们讲制度，到底讲的是什么？因为制度就是如果我简单的就是用诺斯的那个定义呢，它包罗万象了之后，那么人们就会这个搞不清谁是重要的，谁是次要的。很多人呢，他说他讨论制度，但实际上他研究的是非常非常细微末节的，它是制度，但是它是非常细微末节的事情。可是呢，我希望呢，我们最关心的是最大的那事情。什么是最大的事儿？是践踏人权的，还是保护人权的？在这里边，在这一个社会里，这个多数的人是被人统治的，还是多数的人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那么这就是这个，我认为这是作为社会科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那当然，马上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们会说啊，你是一个经济学的人，为什么讨论一个看起来跟经济学没关系的？那么这个呢，我就想要这个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相当多的人呢，就是这个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会有意识的要把某个学科呢，要把它跟别的东西分开，就是某一类的现象跟别的现象要分开，认为这个呢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办法。但是呢，当这个从科学的角度讲，就是这人们叫分析，管这叫分析，就是所谓的分析，就是首先isolate， 就是把它分隔，分隔了以后越分隔越细，越分隔越细，管这个叫分析的，就叫做第一步。那么这个呢，从科学的角度讲，这是这个不可避免的要做的事儿。但是呢，科学一定不能就停在这儿。实际上就不光是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都一样。自然科学，你比如说这个物理科学，你有物理科学同时讨论所有学科里最小的就是基本粒子，同时又讨论所有学科里最大的就是宇宙。那么传统上就追到更早呢，人们会把讨论最小的和讨论最大的是分开的。但是今天的物理学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这个自从这个爱因斯坦开始探索统一场论以来，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所有的物理学的最挑战性的、最这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设法把讨论最小的，就是基本粒子的，和讨论最大的，就是整个宇宙的，把它们合在一起，你才真的能对物理世界有理解，而不是这个分不开。实际上，那么社会科学跟这是一样。就是经济学呢，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那么一个传统的看法呢，是说经济学你讨论的呢，就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这个东西呢，大概统治了经济学100年的历史了，就是把经济学定义成讨论资源配置的问题。那我的看法呢，就是这个呢，在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它把问题分开，然后帮助人们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里，能够这个集中力量去分析清楚。但是呢，就跟这个物理学的发展相似，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是这个到时间了，该要这个改变人的看问题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哪怕我们关心的只是资源配置问题，哪怕你真的不关心任何其他，只关心资源配置，实际你也离不开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这3个基本要素：人权、产权和政治权利，他们是怎么这个社会里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当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呢，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假设，这隐含的假设是私有制的。什么叫私有制？还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当人们通常叫私有制的时候，指的是在这个社会里，
普遍的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拥有私有产权，并不是说你的社会里只有几个这个垄断者拥有私有产权，这就叫私有制。通常说私有制指的不是这，指的是普遍的人们都有私有产权。那么在社会上普遍的人都有私有产权的时候，那么这些拥有私有产权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和有自己的能力所在，要求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由此推动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政治的结构，这种政治的结构我们把它叫做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这民主宪政的制度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你离开了民主宪政的制度，这个市场经济是不能正常运作的。但是呢，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产生的相当晚，那么产生经济学的时候是，比如说通常人们认为是亚当·斯密这个开创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以亚当·斯密划界，那是什么时间？那是产业革命已经开始的时间，那个是这个民主宪政就是宪政已经建立的时间，民主还走到半路，就是半民主，不是完全民主。半民主的意思就是，社会精英是投票的，但是你不是社会精英，就是那个社会精英的不是很小的圈子，但是呢，它不是全体的人。那么这个呢，在这个背景下，后来才推出来的，全民都可以投票，那是慢慢推出来的。但是它的基础是宪政，就是它是在宪政的条件下，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当亚当·斯密开创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在亚当·斯密的讨论里，从来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所以就是经济学，如果我们说产生在亚当·斯密，那经济学在那个时代是离不开讨论政治问题的。亚当·斯密当时的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跟法国的对比。那为什么英国跟法国的对比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在他那个时代，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是宪政制度，在宪政制度下，它保护了产权，那么保护了产权，才使得人有好的动力。那人有好的动力，在市场上能够这个运作，才有这样的结果。而在法国，当时是绝对君主制，在绝对君主制下边呢，就是你这个对产权的保护就不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就不敢投资，因为投资怕被这个路易14、路易15怕被他们割了韭菜。这个当人们都怕被割韭菜的时候，你那经济就没有办法发展了。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所以呢，这刚才讲的还是亚当·斯密。如果我们讲到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中国的经济？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是当今的这个社会？实际上，自从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的背景，就是整个的世界分了2个大阵营，一个叫做资本主义，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是共产党集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集团的一个成员。那么至今这个也没有变，就是虽然这个共产主义集团在这个1989到1992期间，这个苏联东欧的部分解体了，但是中国还在，中国仍然是那个制度，这个基本制度和那个时间比，并没有发生最基本的变化。因此呢，怎么去理解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所以我呢是这个1984年出去留学，这个实际上我出来留学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脑子里边的最重要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线，就是中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是2个不同的制度。所以我记得我当时会和我的这个授课的老师私下里谈，我说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感到很难理解美国的制度，因为呢，我说我就相当于是从月亮上来到了地球，这个地球上是有引力的，月亮是没有引力的。然后呢，我在月亮上没有引力，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忽然到了一个有引力的地方，
这一切都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在我看待经济学的这一系列的讨论的时候，从来我是没有变过的，在这一点上，从来都认为任何经济学上的基本假设你都得重新想一遍，就是经济学里已经有的那些内容，它背后有个基本假设，它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它是宪政的，它是那个法治的。那个宪政和法治在经济学里是个天经地义的，和是有人权的，就是人权、宪政、法治这些全部都是背景。那么一系列的所有的经济学上写下来的模型啊，经济学上的所有数学上推导的东西啊，等等等，它的起点是你先认为所有人都有人权，你先认为所有事情背后有个法治在管着，你全都认为它是宪政的，没有人会侵犯，然后才有后边所有的这些东西。然后你一旦开始讨论了中国了，你就要重新想，人和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吗？人有人权吗？你就这个有法治吗？有宪政吗？那么我现在讲的还有点抽象，稍微具体一点讲，那就是比如说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关于契约。但是什么是契约？契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契约的双方是平等的。对，契约的签订是自愿的。所以呢，在经济学里呢，当他写模型的时候，它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都是自愿的，你不愿意你就走。但是呢，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里，共产党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吗？比如说你是一个国有企业，你个国有，尤其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还没有的时候，或者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更是非常突出的严重的，就是这个你普通人和企业是平等的吗？你普通人跟企业可以谈判吗？然后你不同意，你可以走吗？这个甚至连分房子，甚至连生孩子，所有的东西，这个党国是合在一起的，党国都已经替你决定了。党国当决定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判吗？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经济学的道理是套不过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这个其实非常具体，这个不是简单的就是我要套一个词，套一个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们碰到了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哪怕是纯经济问题，你怎么去这个理解它？你一定不能简单的搬用这个经济学里的东西就搬过来。原因是因为经济学讨论的内容它背后有假设，当你的这个条件不满足它的那个隐含的假设的时候，你搬过来你就全都搞错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讨论为什么要讨论制度，然后制度为什么这个经济学要讨论制度。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实际上当经济学要拿来这个讨论普遍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能够局限在原来已经有的隐含的假设。还有就是那个隐含的假设一定不能只是隐含的假设，就是你得把它非常清楚的直接去看了。就是你需要，就是有点像比如说这个牛顿力学，他说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其实是个假设，就所谓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是个假设。那么你到了这个广义相对论，它这个就把这个假设就抛掉了，就没有这个假设了，它就变成了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质量自己会产生空间，然后这个质量会产生空间的曲率，由这个才产生出来一个更广泛的理解。但是它把牛顿力学的内容包含在里头，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经济学一产生的时候，亚当·斯密的时代，它是假定人和人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因为它是这个苏格兰学派。苏格兰学派讨论的是从苏格兰那个地方开始，产业革命产生的那个地方，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和谐的关系才有契约精神。人和人之间当它不和谐的时候，实际上契约精神是没有可能产生的。无论是亚当·斯密也好，还是这个休谟也好这个都大量的这个对这个问题有讨论。而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制度，
那么就是你这有没有可能能有契约，有没有可能能这个契约大家是互相相信的，就你为什么你定了一个契约你就相信？那么这里头就是一个层面，就是因为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按照契约做，别人也才会按契约做。你今天为别人服务了，别人明天会为你服务。当人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的时候，你就有契约精神。这是一个面。这我刚才讲的话，实际上是用大白话来复述休谟的话，就是休谟就是解释产业革命时期的契约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契约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基本制度。这个不是说这个你想要有它就有的，这个跟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在一起的。就是如果你去跟这个某个地痞流氓，或者你跟一个这个党国的机构定了一个契约，然后他就不但毁约，而且还使用暴力对待你，那么你搞他2次以后，谁也不敢再相信这个契约了。对不对？你不敢相信的时候，你怎么办？你就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办法来。你就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办法，虽然表面上有契约，但实际上你这不是在有人权、有法治的这个社会里人们的做法，就是另外一个做法。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法治，就是为什么这个法治是那么的重要？然后当然也还关系到什么是法治。这个法治，这是治理的那个治，就是 rule of law， 就是法治，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呢不断用特别混乱的概念来搞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地方呢必须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所谓的法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独立，就是当没有司法独立的时候，一定不存在法治，就是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是必要条件。所以呢，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法治，一定首先看是不是司法独立的。那在中国就太简单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断的反复强调党领导一切，党领导法，整个的法院体系是有党委的，这个整个法院体系的这个最高领导就是在法院体系内。最高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党组，那它的上头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法委，就是最上面是政法委，然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管着政法委的，所以呢，所有东西到最后最终的这个决定权是在这个共产党这个最高领导手里，而不是在法院手里。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就已经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法治的。那么为什么法治是重要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契约精神，在讲就是人和人之间互相这个信任，这一定是契约的最基本的条件，一定是市场经济能运作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这个光是这个是不够的，这个东西是需要保护的，因为呢，你不能够这个预防，就是你不能够排除一个社会里可能有1%、2%的人是不这么做的，是不遵守的，是要骗人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你就需要有这个法庭来帮助执行合同。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契约精神，是按契约做的。但是你不排除有少数人不按这个做，那我就没办法，我只好上法庭。还有呢，就是这个纯粹的。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有不同的理解，不是因为做坏事儿，是因为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呢，我们由于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个合同最后有了纠纷，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中立的法庭来帮助我们做判断，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信心。就是最后，当我们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中立的仲裁的机构来帮我们解决，这就是法治。所以当没有法治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预防这些东西。那么你没有法治的时候，你就会有坏人这个钻空子，你甚至有
党和国家钻空子，党和国家钻空子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当人们说这个中国人说这个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那就是很少的，它也会破坏性很大，更不要说这个党和政府来破坏，那个破坏力就更大的不得了了。所以呢，这个是实际上是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的所有的原理能不能应用？它的背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有没有法治。没有法治的时候，经济学的大量的基本原理实际是不能应用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者，要大量的力量花在这个地方，要讨论它。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把原来的这种隐含的假设，把它明着这个打出来，然后明着去进行分析。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去分析没有法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没有法治的地方，到底就是你为了理解它的经济，你也得先知道它没有法治的地方是什么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产权、政治权它的结构。就是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我们真正集中的问题就是产权、政治权的结构。对，还有一个很自然的，人们经常愿意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制度决定论，甚至还有争论的，就是制度决定啊，还是这个文化决定？对，当然更早呢也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这个生产力决定，这个。我这里我觉得我们值得就是这个对这个问题也这个澄清一下。对，您具体解释一下，就是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因为有好多人其实提了问题，最后可能回来看呢是文化的问题。对。但是因为您刚才很清楚的把制度的这3个关键的特征说清楚了，而且或者就是说您关注的点，你已经很具体了。咱不是讨论一个文化现象，也不是讨论一个足球比赛中间的这个 game 这个游戏规则，您很具体的是关于人权、产权、政治决定权利的。对。而这个还有一个一直都忽略不说的是独立的司法，有一个基本的法治在那儿。对。然后为什么您不排斥讨论文化问题，但是又为什么文化并不是讨论制度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对，因为这个，当我们讨论制度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是用诺斯的定义，还是我的收窄了的定义，还是这个当我们讨论文化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这2个呢都有相当一大部分是这个交集，就是互相覆盖的。那个2个是不能截然排斥的。所以呢，我不同意这个简单的讨论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所谓文化决定论。就是这种争论呢，其实不是最有帮助，因为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因为我们目的是为了认清世界，那从认清世界的角度呢，这样子的绝对的这个用排斥的方式来讨论呢，其实是不帮助的。那么我现在就解释一下，就这2个交盖的部分是什么。因为所谓的制度呢，这个刚才我引用诺斯的这个定义呢，诺斯在讨论制度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用他那个定义，另一方面呢，讨论到具体形态的时候，又把制度分成2类，一类呢叫做正式的制度，一类呢叫做非正式的制度。所谓的正式的制度呢，通常人们的理解呢，指的就是这种正规的写下来的，就是有法律的正规建立的制度。那么所谓的非正规的制度呢，指的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理解，但是它可能是没有文字写的。比如说中国人的口语里叫做君子协定，君子协定就属于非正规制度。假定我们这君子协定是一个长期合同，长期合同关系，那么长期合同关系那就是一种制度了。那这个长期合同关系呢，如果你是写下来的，签了字的，这个上了法庭，就是这个法院是可以做判断的，那么这都是显然是正规制度、正式制度。
但是如果这个我们就是长期实际雇佣了，但是什么也没写，但是我互相都明白，我这个可能是有多长期，我可能这个人在我家做这个来帮助，以前用语叫保姆啊，甚至这个家里的孩子可能都叫他阿姨，都不叫保姆。然后我们可能认为我一辈子都管他了，互相都这么认为，实际就这么操作，但是什么都没写，这就是非正规制度。那么这是小到了一个具体的人和人之间、具体的交易之间，那可以大到了这个国家的宪政。国家的宪政，那么最典型的宪政就是美国的宪政，那是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国父们这个制定了一个宪法，然后从此200多年到现在了，一直就按这个宪法运作，那么这就是正规制度。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英国根本没有书文字的宪法，所以英国的宪政呢，一部分就是它的文化，就是属于非正式制度，因为它根本就没写下来。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个阿姨在你家，你双方都认为她一辈子在你家了，就成了你们家的一部分了。但是都没写下来，这个比人家写下来的那关系还要更恒定、更稳定、更靠得住，因为互相都这么认识，这就是英国。就实际上，英国自从这个光荣革命，就是这个1688、1689年发生的，直到现在，一直稳定到现在，从来没发生过内部的危机。就是从宪政的角度讲，英国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17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重大危机，比美国还稳定。就是美国是发生过若干次重大宪政危机的，比如说这个内战，现在正发生的是我们就暂时不讨论。所以这个非正式制度不意味着是不重要的，也不意味着是不稳定的。那么既然讨论到了非正式制度，马上这个问题就来了。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对，非正式制度呢，实际上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里边真正最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共识，就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事儿必须这么做。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对，然后呢，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制度和文化交盖的部分了。所谓非正式制度，其实就是靠的是人们的这个社会共识，约定俗成。而且呢，这种社会共识呢，它往往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当你虽然它没有写下来，虽然这个法庭也很难判，因为就没有写下来，法庭没有办法判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使用暴力去执行它。但是呢，由于它是一种社会共识，那么当你显然的违反了社会共识的时候，你会引起来社会上的普遍的很强的反应。这个普遍的很强的反应就会变成了这个压力，这个压力你吃不消了。这就是使得这种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制度是能执行的。你比如说这个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制度，这个宪政，那么君主跟这个议会的这个关系，那是没有宪法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自从光荣革命之后，这个君主一直是非常非常小心。你可以，如果你关心就是英国的君主在发表正式的，比如说这个查理斯国王从亲王变国王，因为他母亲去世了，他要作为国王，他要正式宣誓就职。那么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的宣誓的那个文字，古代传下来的，那是在他宣誓就职用的那个文字是老早以前的。按照那个文字，你如果认真去解释的话，他宣誓，他就是主权。他宣誓这国是归他管的，那是他的。但是实际上他只是这样说，他这样说议会也不会反对。因为实际上
这个国的真正的权利在议会不在他手里。可是他要这样说，他按的是古代写的那个东西，就这么说。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个文字写的东西，可以和他的这个非正式文字说的那个算是正式制度，他念的那个东西是正式制度，但是这个非正式制度是压倒了他的正式制度，就是他的权利根本不在他手里，但是他嘴里的讲我是主权，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么为什么他不可以违反？因为他们知道，不要说他想要践踏这个议会，那个权利他是绝对不敢动的，他甚至不敢得罪普通民众，就是他们一直是非常小心翼翼。他们照理说呢，你作为王室，他是世袭的，没有人可以这个代替他，没有人可以这个说这个他做的不对等等等等。那但是呢，他知道如果英国的民众选民普遍认为他们不希望再存在王室了，只要一投票他就不存在了，他知道。所以呢，他们就跟政客是一样的，他每天小心翼翼，像政客一样的表演，像政客一样要吸引民众，要让民众爱他。对，只有民众爱他，他才能生存。就是他的生存能不能在，取决于这个非正式制度。这个非正式就是因为从来没进行过公投，就是要不要它还存在，没进行过这个公投。之所以没进行，是因为不需要，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还爱他。当你有足够多的人不爱他了，这非正式的制度就要进入到正式的地方去了。正式就是那要进行公投，我们还要不要他了？那么他们王室从来都知道存在这个可能性。是的，是的，好多例子，好多例子。你看最典型的例子，当时那个戴安娜去世了以后，女皇好几天出来不说话，对对，然后老百姓就急了，对，英国民众就急了，他就出来了，对，这个就是这是他就是压力，对，就是你如果这个民众不能动摇他不需要关心民众怎么想。但是民众可以动摇他知道，民众不能换君主，但是民众可以说我不要君主制了，那他就，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非正式制度，那个背后呢，就是是这个社会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共识呢，当然人们很自然的会认为社会共识是一种文化，那么这个当你把它解释成一种文化的时候呢，也并没有错，它的确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比如说契约精神，人们说契约精神是一种文化，这也没有错，它是一种文化。但是呢，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呢，它就是制度。那么下边问题就回来了，就是到底我们是在讲制度还是在讲文化呢？对啊。那么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用文化，而是用制度呢，原因是因为文化是一个很宽的概念，是的。但我们用讲制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收窄了，很确切。所以呢，当你简单的讲文化的时候，那么文化包括什么？文化包括很宽很宽了，那就是你怎么做饭，各种做饭的不同的风格，这都是文化。你这个怎么跳舞，怎么唱歌，这个歌剧、京戏，这个交响乐，还是这个 rock and roll。这个都是文化，那这些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穿衣服，这个时髦都是文化。那很多的文化呢，跟制度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有一些文化呢，跟制度是交盖的。所以呢，我们用制度这概念，而不用文化这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意这种简单的这种讨论，就所谓制度决定论啊，还是文化决定论，就是这样子的讨论里边带有一种排他性呢，实际上是不帮助人理解的。就是与其那样去讨论，还不如去讨论制度到底是什么，然后制度到底在什么程度上，那个决定了这些机制。所以什么是制度？其实制度就是我刚才在讲这个定义的时候呢，我就说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是决定了
提供这个激励的，就是它是激励机制，它是协调机制，两个大的机制。所以只要我们讨论的是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基本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我们讨论的就是制度。那这个机制里边存在文化的东西，有重大的文化的成分在里，因为这个长期的人们怎么形成的共识，这个呢，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这么说，这没有错的。但是这样子的文化的现象呢，它是提供了激励机制的。这个激励机制是关系到了这个人权、产权、政治决定权，关系到这些问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它叫做制度，那么它们是交盖的。